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烟火味厨房。芋头我们吃的最多的就是做汤或者是红烧。今天这种做法很多朋友都没有吃过，更加没有看过。买回来的芋头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戴上手套把表面的泥沙清洗干净。因为芋头含有大量的粘液蛋白，很容易引起皮肤过敏。我的皮肤比较粗糙，我就直接上手，把洗好的芋头捞出来放在蒸锅里面，靠上锅盖蒸15分钟左右。利用这段时间，我们准备一小块梅花肉，把梅花肉剁成稍微细一点的肉末，我们尽可能的剁细一些，这样方便老人和小孩食用。一小把清洗干净的香葱，用刀拍一下，这样可以使香葱更容易释放出香味。再切成3公分左右的小长段。2块去皮的老姜，用刀拍一下，和葱段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，然后再加入小半碗的温水，用我洗净的小手充分的抓拌均匀。我们要把葱和姜抓出葱姜汁。葱姜汁是天然的去腥材料，同时还是嫩肉剂。准备2根香菜和香葱切成小长段，不喜欢吃香菜的也可以不用放，切好放在小碗中。接下来我们把肉末入下味，加入小半勺的食盐，小半勺的鸡精，然后再加入多一点的胡椒粉去腥增香，小半勺的生抽酱油，少量的蚝油提鲜，下手充分的抓拌均匀，使调味料和肉末完全的融合。我们尽量的多抓拌一会儿，把调味料抓拌至化开，大约抓拌2分钟左右，抓至有一些粘手。这个时候的调味料已经完全的化开了。接着把准备好的葱姜水倒在碗中，1斤肉大约加入40克到50克左右的葱姜水。要想肉末吃起来不柴，我们一定要让肉末多吸收水分，这也是饭店不外传的小技巧。再次抓拌2分钟左右，使肉末和葱姜水完全的融合。抓拌成视频中这样完全看不到葱姜水。要想肉末更加的鲜香滑嫩，往里面加入1个刚下的鸡蛋，再次下手抓拌均匀，使鸡蛋液和肉末完全的融合。做出来的肉馅要鲜香滑嫩，我们千万不能嫌麻烦。我们一定要多抓拌一会儿，使肉末和鸡蛋完全的融合在一起。接下来加入提前准备好的葱花和香菜，不需要加入太多，一小部分就可以。再次翻拌均匀，这样调制出来的肉馅，不管是用来包包子、包饺子，都非常的鲜香美味。放在一旁静置10分钟备用。这个时候的芋头也快蒸好了，打开锅盖，用筷子能够轻松的插入，证明已经完全的熟透了。接着把芋头放在凉水中，由于热胀冷缩的原理，这样芋头很轻松的就可以把外皮剥下来。芋头属于健康又安全的食材，因为它在生长的过程中是不需要打农药的，所以几乎没有农药残留。短短的几分钟，芋头就全部的包好了。接下来戴上一次性手套，把所有的芋头抓成泥，
如果嫌麻烦的，也可以放在绞肉机里面绞成泥。接下来往里面加入红薯淀粉，淀粉和芋头的比例大约是1:1，因为红薯淀粉比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的吸水性更好，而且做出来的口感会更加的 Q 弹入味。这里我们也要多揉搓一会儿，揉成视频中这样光滑的面团。如果太干的话，我们可以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太湿的话，我们就加入红薯淀粉。芋头的营养十分的丰富，富含优质的粘液蛋白以及各种微量元素、矿物质和维生素。往面团里面加入少许的花生油，这样可以使面团更加的光滑。这是我揉搓了大约5分钟左右的效果。面团的表面看似非常的光滑，而且也不沾手不沾盆。揪上一小块放在手心，做成一个丸子。丸子的大小也是根据自己的喜好，当然也不要做太大，如果太大的话，那样很难成熟。做成和乒乓球大小就差不多了。尽可能的做均匀一些，这样做出来的成品会更加的美观。把所有的芋头都搓成视频中这样大小一样的丸子，接着像视频中这样用大拇指在丸子的中间掏出一个小窝窝，把准备好的肉末放在中间，然后像视频中这样把口子梳拢。这里一定要注意，肉馅不需要塞太满，大约在7分满就可以。全部像视频中这样处理好，放在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碗，加入剩下的葱花和香菜。我们来调个汤底，小半勺的食盐，小半勺的松茸鲜，多一点的胡椒粉，少量的生抽酱油调味，然后再加入1勺磷粉猪油。接下来准备一锅开水，加入1勺食盐，然后再把做好的丸子一个一个的下在锅中。刚下锅的丸子不需要动它，大约煮至1分钟左右，稍微的推动一下，这样可以使丸子不容易粘锅，同时还可以使它受热更均匀。水开以后加入2次凉水，和煮饺子一样，像视频中这样大约煮2分钟左右，煮至所有的丸子完全飘起来，证明已经完全的熟透了。往碗中加入2大勺的原汤，原汤化原食。接下来把丸子倒在碗中，一道营养又美味的芋头丸子就这样做好了。丸子里面加入了肉末，吃着还有肉的香味。芋头和红薯粉加在一起，软糯 Q 弹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另外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视频。好了，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